活法是稻盛和夫的一本著作，他在书中分享了他对于生活的哲学和观点。以下是一些活法中的重点内容。生活的本质，稻盛和夫认为，生活的本质在于追求内心的平和和满足感。他强调人们应该以简单、朴素的方式过日子，不要被物质追求和社会压力所困扰。精神与物质的平衡，作者强调了精神和物质的平衡。他认为，追求物质财富并非生活的唯一目标，精神层面的充实同样重要。平衡这两个方面可以带来更加健康和满足的生活。自律与自由，稻盛和夫主张通过自律获得真正的自由。他认为，通过对自己的要求和约束，人们能够摆脱外在环境的控制，达到更高层次的自由和满足。珍惜当下，书中强调了珍惜当下的重要性。过去和未来都是不确定的，而唯一可以掌握的就是当前的时刻。作者鼓励读者要好好生活在当下，体验和感受生活的点滴。简单而深刻的生活智慧，活法中包含了很多简单而深刻的生活智慧，例如对待金钱的态度、与他人相处的原则、对待工作的态度等方面的建议。总体来说，活法是一本注重心灵和精神层面的书籍，强调了简单、平和、自律、珍惜当下的生活哲学。这些观点可以启发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追求更加有意义和满足的人生。在活法中，稻盛和夫对生活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生活的真谛不在于追求过多的物质财富，而是在于实现内心的平和和满足感。以下是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描述。内心平和的追求，稻盛和夫强调，追求内心的平和和宁静是生活的根本目标。他认为，当人们过分追求外在的物质享受时，往往会失去内心的宁静。因此，真正的生活艺术在于在现实世界的喧嚣中保持内心的平和，摆脱物欲的束缚。作者警告，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人可能会陷入无休止的欲望循环，导致生活失去了平衡。他主张通过摆脱对物欲的过分依赖，追求简单而有深度的生活，从而找到真正的幸福。朴素的生活，稻盛和夫提倡朴素的生活方式，强调不需要过分追求奢侈品或炫耀性的生活来取悦他人。他认为，朴素的生活可以让人更加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物，减轻对物质的过度依赖。自我满足感，作者认为，真正的满足感来自于内在的体验和情感，而不是外部的认可或物质财富。通过培养内在的满足感，人们可以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找到生活的乐趣。关注人际关系，稻盛和夫鼓励人们注重人际关系，与家人和朋友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他认为，真正的幸福来自于与他人分享生活，而不是孤立地追求个人的功利。通过对生活的本质进行深刻的思考，稻盛和夫引导读者去追求一种更为内在、简单、平和的生活方式，以获得真正的满足和幸福。在活法中，稻盛和夫强调了精神与物质的平衡，认为只有在这种平衡中，人们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以下是关于精神与物质平衡的详细描述。不仅仅追求物质财富，稻盛和夫认为，过度追求物质财富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感。虽然物质生活的确重要，但单纯追求金钱和物质并不能满足人们更深层次的需求。
强调内在精神充实。作者主张注重内在世界的充实，通过培养精神层面的财富来提升生活质量。这可能包括对艺术、文学、哲学等的欣赏，以及对自我提升和人际关系的投入。追求心灵的宁静。精神与物质的平衡包括追求心灵的宁静，通过冥想、沉思或其他心灵实践，人们可以在内心找到平和，超越外部世界的喧嚣。认可物质的重要性。尽管主张精神层面的丰富，但稻盛和夫也承认物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并不主张完全摒弃物质追求，而是强调要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使两者相辅相成，建立有意义的目标。为了实现精神与物质的平衡，作者鼓励人们建立有意义的目标和追求，既包括职业上的成就，也包括对自己内在成长的追求，生活的全面发展。精神与物质的平衡意味着生活的全面发展，不仅关注物质的繁荣，也注重心灵和精神层面的充实，从而创造出更为富足和有意义的人生。总体而言，精神与物质的平衡是活法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旨在引导人们追求一种更为全面、有深度的生活方式，既注重物质的需求，又重视内在精神世界的满足。在活法中，稻盛和夫强调了自律与自由的关系，并提倡通过自律来实现真正的自由。以下是关于自律与自由的详细描述。自律是自由的基础。稻盛和夫认为，自律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基础。通过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进行自我管理，人们可以摆脱外部的束缚和对环境的依赖，从而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摆脱对外部条件的依赖。作者强调，依赖外部条件来实现内在的满足是不可持续的。通过自律，人们能够培养自身的能力和品质，不再受制于外部环境的波动。自我约束与选择的自由。自律并非是对自由的限制，相反，它为个体创造了更多的选择自由。通过自我约束和明智的选择，人们可以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活，实现更有意义和贡献的人生。追求长远的自由。稻盛和夫鼓励人们放眼长远，通过自律实现更为持久和深刻的自由。他认为，短暂的享乐和放纵可能会带来瞬时的快感，但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对未来的自我负责和规划。培养自制力。自律需要培养自制力，这包括对于欲望的控制和对于目标的专注。通过培养自制力，人们可以更好地抵抗短时的诱惑，实现长远的目标。自我反思与成长。自律也涉及到对自己的不断反思和成长。通过不断审视自己的行为和决策，人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找到改进和进步的方向。总的来说，自律与自由的理念在活法中体现了一种对于内在能动性和责任的强调，主张通过对自身的自我管理，实现更为深层次、可持续的自由和幸福。在活法中，珍惜当下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稻盛和夫强调了在当下生活的重要性。以下是关于珍惜当下的详细描述。当下即是生活。稻盛和夫认为，生活就是发生在当下的，过去和未来是不确定的，而真正能够掌握的是此刻。因此，珍惜当下意味着专注于现在，充分体验和感受当前的时刻，跳出时间的束缚。作者指出，人们往往被过去的回忆或对未来的担忧所困扰，
而忽略了眼前的美好。珍惜当下就是要跳出时间的束缚，让自己在当前的瞬间获得真实的存在感，感恩当下的经验。通过珍惜当下，人们可以更深刻地体验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感情、工作、自然等。对于每一个当下的经验，都可以怀有感恩之心，从而增加生活的幸福感，避免拖延和焦虑。珍惜当下也能够帮助人们避免拖延和焦虑。如果能够集中精力处理眼前的任务，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能减轻未来的负担，减少后悔和焦虑的发生。生活的细节，作者鼓励关注生活的细节，即使是看似平凡的事物也值得被重视。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敏感，人们可以发现生活中隐藏的美好，使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有意义。调整心态，珍惜当下也包括调整心态，接受现实并积极面对。无论当前的环境如何，通过珍惜当下，人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通过珍惜当下，稻盛和夫提倡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有意义，并使人们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真实和美好。这一理念与冥想、正念等实践密切相关，强调通过专注于当前瞬间来实现内在的平和和满足。在活法中，关注人际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稻盛和夫强调了与他人建立深厚关系的重要性。以下是关于关注人际关系的详细描述。人际关系是生活的核心。稻盛和夫认为，人际关系是构建一个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核心。与他人建立真诚、深刻的关系能够为生命带来更大的丰富和满足感。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作者特别强调了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生活的基石，能够为个体提供支持和安全感，是追求幸福的重要途径。朋友和社交网络，除了家庭，朋友和社交网络也是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通过与朋友建立深厚的友谊，以及在社交网络中建立有益的联系，人们能够拓展人际圈并分享生活的喜悦和挑战。沟通与理解，关注人际关系包括积极的沟通和相互理解。稻盛和夫认为，通过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倾听他人的声音，可以建立更加深刻的连接，给予和接受支持。关注人际关系也意味着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和接受支持。在艰难的时刻，有一个强大的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困境，增强心理的韧性，培养尊重和信任。作者鼓励人们在人际关系中培养尊重和信任，通过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空间，以及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人际关系能够更加牢固和稳定。在人际关系中找到意义，稻盛和夫认为，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与他人分享和共同成长。通过在人际关系中找到意义，人们能够更深刻地体验生命的丰富和深度。总体而言，关注人际关系在活法中被视为建设富有意义和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强调了与他人建立联系、共享生活体验的重要性，以及在人际关系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